闲话日本，好久不见了啊！赶着这个2023年最后几分钟，过来跟您聊会儿天儿。日本啊有这么个传统，每一年都会选出一个所谓的年度汉字。今年的是税，税收的税。因为啊这一年围绕着税的话题太多了，增税的、减税的都有，什么消费税要涨啊，什么企业的这个避税越来越难呀，包括个人的所得税、住民税要减免啊等等吧。就这些个话题围绕着日本人民生活这一整年，所以到年底一总结，税这个字儿光荣当选。其实这种汉字啊，每年都会有一个。去年2022年是战，乌克兰战争吧，影响了日本的汇率啊、物价什么的。再往前呢，21年是金，东京奥运会，日本拿了好多的金牌，日本人民觉得很受鼓舞，定的这个字。再往前，20年就是密，疫情元年，减少密接，别动不动就什么3密啊这种。这个原来咱们视频科普过啊，不多说了。我呢，作为一个生活在这边的华人，如果说也给今年的生活找出一个年度汉字的话，现在脑子里可能就蹦出一个字，叫变，变化的变，没有其他的选项。疫情结束了，我又可以四处去走走看看了。这一年最多的感慨就是好多东西都变了。咱们从年初说啊，国内这个疫情这不一下就放开了吗？今年年初1月3号，我姥姥96岁啊，直接就让这波病毒给带走了。好容易熬了3年多呀，我还说结束了疫情能回去看看他呢，结果见不着了，好难过啊。当然啊，也不止他一个人了，好几个亲戚朋友都是这一波没的。想回国呢，又各种乱七八糟的回不去，一直到了4月份才算是疫情后几年来呀第一次回了趟北京。今年我一共回了3次国，统一说下感受吧。首先，日本机场这边感觉就变了，人变多了。疫情期间我也来这边的机场接人嘛，冷冷清清的，根本没人。可现在这个日本的机场，成田、羽田我都走过了，目测跟疫情前没有太大差距。所有的店也都开了，还多了好多店，但好像唯独啊飞往中国的航班人不是很多。尤其是我4月份第一次回去，我人好少。原来飞北京的登机口呢全是人呀，这边还没检票呢，几百米的长队就排上了。我回去那次就没什么人，我坐的日航嘛，上飞机那日本空姐居然过来跟我打招呼，我是谁谁谁，请您旅途多关照什么的，吓我一跳啊，我还以为我坐到商务舱了呢。只有商务舱才有这个待遇，一看不是，感情啊，我们这个经济舱基本上都是空座，就跟包机似的。一问空姐，据说啊才卖了30来张票，他这趟的飞机返程更惨，10来张票。这是坐飞机，回北京感觉也变了。最直观的感受啊，第一，不怎么堵车了。北京的2环路，当年我们戏称叫2环停车场啊，基本上天一亮就开始堵车。就算不堵，这车也开不快，因为车太多了嘛。可我今年回去啊，在2环上随便能开到时速60公里啊，什么概念啊？1998年我刚拿驾照的时候，有个阿姨带我练车，跟我说过这话，说你开2环呀，别开得太快，时速60慢慢开，自己心里也踏实。可等我后来有了车了，北京也开始堵了，就从来没开出过这速度。没想到20多年后啊，实现了。还有我最爱吃的那些北京的饭馆，尤其是上个月回去，原来到饭点排大队的，现在几乎可以随便进，还能挑座。就是有些个食材啊，感觉一般，好像不太新鲜，稍微有点小失望。再有呢，回国跟朋友们聊天的感觉好像也变了。疫情前呀，我那些国内的朋友，甭管是大老板还是公司的白领，好多人都是这种2段式的聊天。2段，第一段是显摆现状啊，现在发展的怎么好，然后呢进入第2段，畅想明天。这回呀，感觉大家好像务实了啊，在家研究怎么吃啊，怎么养孩子呀，或者跟我讨论一下健康啊，要不就是这个日本投资移民怎么办啊，这些。这一听这心气儿好像是不太一样了。反倒是我回到日本以后，尤其这不年底嘛，参加了好多日本朋友的聚会，就这个2段式的聊天好像让他们给学去了。比如前天我跟我们院长吃饭，日本人比我还小1岁呢，
我那个踌躇满志啊！原本他在日本有2家医院，哎，不光活过了这轮疫情，就今年这1年呀，他又开了4家分院，跟我聊天还各种凡尔赛，听得我这个生气呀！这不就是第一段吗？然后跟我研究说，明年咱们要不要再弄个什么带核磁 CT 的影像学中心啊什么的。好，第2段开始，不光是我这个院长朋友啊，好多这边的日本人，明显这1年混得都不错。最直观的啊，年底请我吃的都挺好，去年之前都是那种什么小居酒屋，点俩菜干喝酒的那种，现在一请都是什么和牛、鲍鱼、龙虾、大螃蟹的，搞得我这个体重啊，哎。再说说我的工作吧，我在日本的医院里边，主要负责对接海外业务和一些相关的管理嘛，不算是医院的正式员工，有点类似于院长的合伙人那种角色。海外业务这块呢，主要就是把医院的产品服务给中文化，然后开发国内的合作渠道什么的。客人来到日本医院了呢，给他们安排好预约呀、翻译什么的。今年这个疫情结束了，时隔3年多的中国客人陆陆续续的又开始过来了，我的工作当然也开始忙了，所以您看我这频道老断更嘛，也是因为这个。好多这些客人都很熟了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变了。首先呀，得有差不多1半的人这护照的颜色变了，过去都是大陆的护照嘛，现在什么美国的、澳洲的、英国的、新加坡的、香港的，各式各样的。我忽然感觉我们医院一下好国际啊！原来只有来自中国的客人，现在你看全世界这些不错的国家的公民纷至沓来，尽管啊说的都还是中文，同一个世界，同一种语言，还挺有意思。再有一个变化，可能就是他们对健康更关注了。原来都是我给他们推荐，是吧？您这个情况建议做个什么什么检查的，他们还老是行好吧，反正各种敷衍我呗，你不太愿意做。现在我感觉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检查，还有什么细胞，还有什么点滴，好吧，难怪我们院长都能开分院了。再说这个日本面向海外的医疗行业啊，这1、2年我新开了一大堆医院，都瞄准了海外的客人。由于我在这个圈子里边也算是小有名气，所以现在好多医院都在跟我聊，想让我给他们做点咨询什么的，所以接触到了好多的内部信息。具体不能说啊，但是感官上这些个医院同质化严重，非常的卷。另一方面呢，其实真正过来的这些中国的富裕阶层啊，人数也远远没有达到疫情前那么多，所以这边盯着这个群体做生意的人也变得非常的卷。举个例子吧，我一个朋友来日本，从中国过来，出发前呢，在网上约了一个这边的中国人司机，给他从机场拉到了酒店。第2天见到我就说你们日本的司机可真牛。好，这一路上先是跟他聊闲天，大概把他待几天啊，这些信息问出来之后，就开始推荐他各种包车去温泉什么的啊。当然了，人家干司机的嘛，这种推销也正常。可后面就有意思了，一看没兴趣，跟着就问健康体检要不要考虑一下啊？还不行，日本的保健品提高男性功能怎么样啊？不需要。好，日本的房地产要不要了解一下？还没兴趣，投资移民关注一下啊？没这计划。好，那晚上要不要跟日本的小姑娘交流一下啊？好，这一路上给我这朋友问的，都想半路跳车。这是个什么行业的从业人员呀？现状啊就是这样。再给您说个真事儿，银座有一家国内还挺知名的体检机构，我们也合作10多年了。早上这一个中介公司包了个车，带着客人过来体检。哎，这中介公司的老板呢，带着客人和雇来的医疗翻译上电梯去楼上开始检查。刚上去，门口这个开车的司机就进来了，啊，是吧？想跟你们这个医院谈合作，以后有客人给你们送，挣点返佣。前台刚把这司机打发走了，刚上去那个中介公司雇的翻译，趁着客人检查的功夫也下楼来了。啊，我也想给医院做代理，挣介绍费。好，我要是这中介公司的老板，我得气死啊！这俩钱花的，自己雇的司机，雇的翻译，结果培养了2个竞争对手，这都什么事儿？不行啊，这个医疗行业的话题一开头就没完了，后面有时间吧，咱们专门开个话题，听我给您好好聊聊这个日本面向海外的医疗行业乱象。
今天咱就不多说了。说到这个2023呢，当然可能涉及到在日华人的比较出名的，还有什么福岛核废水排海呀，什么西太后中餐厅禁止华人入内这些事儿。怎么说呢？这事儿其实挺没劲的，全是闹剧嘛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在日本的华人圈层越来越变得泾渭分明，大家各混一道。有人呢踏踏实实的，就是打算在这边好好过日子的，也有那个抖机灵瞎胡闹、成天作死的，反正都是自己的日子，活着开心就好。好了，您看这聊着聊着，咱们这就到了2024年了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！新一年了，咱们都健健康康的，心想事成。我也尽量安排好手头的工作，争取咱新一年里边有时间能跟您多聊聊天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跨年了，我也找点好吃的去，咱们下期再见。